周深2026巡演不仅是音乐的奔赴，更是一场关于值得的双向约定。3月9日的上午，对于很多乐迷来说，注定是个不平凡的日子。当手机屏幕亮起，周深2026深深的巡回演唱会正式官宣启动的消息弹出来时，我身边的朋友圈瞬间就被刷屏了。说实话，看到4城官宣和体育场规格这几个关键词的时候，我心里还是忍不住咯噔了一下，那种感觉就像是等待已久的老友终于发来了聚会的邀请函，既惊喜又踏实。继2025年那场席卷14城、狂揽28场体育场巡演的壮举之后，周深没有选择休整，而是马不停蹄地开启了新一轮的音乐征程。这不仅仅是一个演出公告，更像是一份给所有支持者的年度音乐之约。在这个现场演出市场百花齐放却又良莠不齐的当下，周深的每一次亮相似乎都在向我们证明，真正的实力从来不需要过多的修饰，时间会给出最好的答案。回望2025年，周深的巡演成绩单可以说是相当亮眼，走遍14座城市，完成28场体育场巡演，甚至在香港献上了现象级的跨年演出。这组数据背后代表的不仅仅是票房号召力，更是观众对他现场品质的绝对信任。我个人觉得，在如今的华语乐坛，敢开体育场巡演且能场场爆满的歌手，真的是凤毛麟角。体育场意味着更大的空间、更难的声场控制，以及更考验歌手的体能和嗓音稳定性。周深敢于在这个级别上持续输出，说明他对自己的状态有着极强的掌控力。看着他从当年的选秀舞台走到如今能轻松驾驭数万人体育场的大魔王，这种成长的速度和质感，真的让人既感慨又骄傲。这不仅仅是流量的堆积，更是硬实力的沉淀。这次2026年巡演率先公布的4座城市广州、武汉、苏州、重庆，选址非常有讲究，基本上覆盖了中国华南、华中、华东和西南的核心区域。而且延续此前的大体育场规格与匠心制作，这句话的分量很重，这意味着歌迷们期待的高品质现场不会打折。我个人的观演经验告诉我，很多歌手在巡演后期容易出现状态下滑或者舞美缩水的现象，但周深团队似乎把品质标杆这4个字刻进了骨子里。从年初到年终，多城接连开唱，这种密集的行程安排对艺人的身体是巨大的考验，但也恰恰说明了团队对市场的信心。对于歌迷而言，这既是过往口碑的延续，更是一次全新的听觉洗礼。我真的很期待，在新的一年里，他会如何用歌声去填满这些巨大的空间，再次带来一场又一场高质量的音乐盛宴。首站选在广州，时间是2026年4月18日和19日，地点是广东省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体育场。广州作为华南的文化重镇，一直以来都有着非常成熟且热情的演出市场。这里的观众懂音乐、爱音乐，而且包容性极强。选择在4月中旬开唱，避开了春节的喧嚣，又赶在盛夏的酷暑之前，气候宜人，非常适合户外体育场的演出。我 personally 觉得，广州站往往承载着一轮巡演的定调任务。周深在这里开唱，或许会准备一些特别的粤语环节，或者是一些具有岭南特色的舞台设计。想象一下，在奥体中心广阔的夜空下，听着空灵的嗓音与羊城的晚风交织，那种画面感简直太美了。作为起跑线，广州站注定会引爆第一波热潮，我甚至能预感到门票开售时的紧张程度。紧接着是武汉站，定档在5月2日和3日，正值五一假期，地点是武汉体育中心主体育场。这个时间安排简直是神来之笔。五一小长假，大家都有时间出行，对于外地的歌迷来说，去武汉看演唱会顺便旅游，是一个非常完美的计划。武汉这座英雄城市，骨子里就透着一股热辣和坚韧，这与周深歌声中那种柔韧有余的力量感其实有着某种奇妙的契合。我个人的感受是，武汉的现场氛围通常会非常火爆，歌迷的呐喊声可能会是这4站中最具穿透力的。在假期的氛围里，大家卸下工作的疲惫，全身心的投入到音乐中，周深用歌声为这个假期画上句号，想想都觉得是一种顶级的享受。这不仅仅是一场演出，更是一次城市与音乐的双向奔赴。第3站来到了苏州，时间是5月16日和17日，苏州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体育场。从武汉的热辣转到苏州的温婉，这个跨度很有意思。苏州有着人间天堂的美誉，园林、水乡、昆曲，这里的文化底色是细腻而精致的。周深的声音本身就带有一种东方的空灵感，与苏州的城市气质简直是天作之合。我忍不住遐想，苏州站的舞美设计会不会融入一些江南水乡的元素，比如灯光像流水一样蜿蜒，或者背景屏幕呈现出水墨画的质感。
我个人对这一站的艺术呈现抱有极高的期待。在这样一个充满诗意的城市，听周深唱那些抒情慢歌，可能会让人感动到落泪。这不仅是听觉的享受，更是一次视觉与心灵的美学之旅，相信会吸引很多追求高品质艺术体验的观众。最后一站是重庆，5月30日和31日，重庆奥体中心体育场。重庆作为山城，地形独特，美食火辣，人情味浓。把重庆放在这一轮的4城末尾，有一种压轴的感觉。重庆的歌迷向来以热情似火著称，现场的互动环节可能会非常精彩。而且5月底的天气已经开始有些热了，但我相信现场的气氛会比天气更热。我个人的直觉是，重庆站可能会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惊喜曲目，或者是周深与歌迷之间更深情的互动环节，为这一阶段的巡演做一个完美的收尾。在火锅的香气和歌声的缭绕中，结束这段音乐旅程，想想都让人觉得酣畅淋漓。这4座城市的排列，像是一条精心设计的音乐路线，串联起了不同地域的文化与情感。当然，除了城市的选择，大家最关心的还是唱什么和怎么唱。公告里提到成熟稳定的唱功，精心编排的曲目，这可不是套话。周深的现场向来是修音师师业的存在，他的音域跨度、气息控制以及情感表达，在 live 环境下往往比录音室版本更具感染力。我个人的听感体验是，周深最厉害的地方不在于炫技，而在于他能用技术为情感服务。每一首歌的处理都恰到好处，既有高难度的吟唱，又有娓娓道来的低语。在2026年的巡演中，我期待他能加入更多新专辑的作品，同时也希望能听到一些经典曲目的全新编曲。音乐是需要常听常新的，如果能在熟悉的旋律里听到新的惊喜，那才是对老歌迷最大的尊重。这种对音乐内容的匠心打磨，才是他能够树立品质标杆的核心原因。再说说舞台制作，现在的演唱会早已不是歌手站在台上唱那么简单，灯光、音响、舞美、视频缺一不可。周深团队在2025年的巡演中就已经展示了极高的制作水准，2026年想必会在此基础上继续升级。我个人非常看好他们在视觉呈现上的创新，比如如何利用体育场巨大的空间感，打造出沉浸式的视听体验，如何让后排的观众也能清晰地感受到舞台的细节，这些都需要顶级的技术支持。我看过一些大型演唱会的复盘，周深团队的执行能力在业内是有口皆碑的。他们不追求浮夸的特效，而是追求与音乐情绪的完美契合。这种不抢戏但加分的制作理念，我觉得才是高级的舞美。对于观众来说，这意味着每一张票钱都花在了刀刃上，体验感绝对物超所值。其实，聊到周深的巡演，就不得不提他和歌迷生米之间的关系。这大概是我见过最健康、最温暖的偶像与粉丝关系之一。公告里说，这是与歌迷的年度音乐之约，这句话听着简单，做起来却很难。它意味着一种承诺，一种无论多忙都要见面的约定。我个人的感触是，周深从来不是高高在上的明星，他更像是一个用歌声陪伴大家的朋友。在演唱会上，他会开玩笑，会聊天，会真诚地感谢每一个人。这种双向的奔赴，让演唱会超越了商业演出的范畴，变成了一种情感交流的场域。在2026年的现场，我预计会看到更多感人的瞬间，也许是万人大合唱，也许是某首歌引发的集体回忆。这种情感的共鸣是任何录音制品都无法替代的，也是现场音乐的魅力所在。从行业角度来看，周深2026巡演的启动，对华语乐坛也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在流量更迭如此迅速的时代，能够持续保持高水准输出，并且票房号召力逐年递增的歌手，真的是行业的定海神针。他证明了，只要作品过硬，现场够稳，观众是愿意买单的。我个人觉得，这对其他音乐人也是一种激励。他告诉大家，不要总想着走捷径，沉下心来打磨作品，提升现场能力，才是长久之计。周深的成功路径，或许会成为未来很多实力派歌手参考的范本。我们乐迷能有这样的歌手存在，其实是一种幸运。他拉高了市场的审美标准，也让我们对好演唱会有了更清晰的定义。这种正向的循环，对整个音乐生态的健康发展都是大有裨益的。最后，我想说，2026年的这个春天和夏天，因为周深的巡演而变得格外值得期待。从广州的木棉花开到重庆的夏夜微风，4座城市，8场盛宴，这不仅仅是一次地理上的跨越，更是一次心灵上的旅行。对于已经抢到票的朋友，恭喜你们，准备好迎接这场听觉风暴吧。对于还在观望或者担心抢不到票的朋友，也请不要灰心，关注官方渠道，保持期待。
我个人的心情现在已经完全被调动起来了，甚至开始规划去哪个城市看最合适。无论最终选择哪一站，我相信当灯光暗下，歌声响起的那一刻，所有的等待都是值得的。周深用他的歌声告诉我们，生活虽然忙碌，但总要留一点时间给美好，给音乐，给自己。总的来说，周深2026深深的巡回演唱会是一次实力的展示，是一份诚意的交付，更是一场关于热爱的延续。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愿意慢下来打磨一场高品质演唱会的人不多，周深是其中之一。我们作为观众能做的最好的回应，就是走进现场，用耳朵去听，用心去感受。这4城的官宣只是一个开始，未来或许还有更多的城市在等待点亮。让我们共同期待2026年，在体育场的星空下，与周深一起续写那些关于音乐、关于感动、关于高品质现场的新篇章。这不仅仅是一场演唱会，这是我们与周深之间未完待续的故事。